如果你現在還把 SCG Berhad 當成一家賣電缆的工厂，那我們可能真的看錯方向了。市场不是按電纜，而是按位置來給它定價了。我們拆開來看，第一件是 TMB 電網升級，不是小修小補，是整個系統在重建。那問題來了，電網升級最後卡在的點不是設計，不是資金，是能不能馬上拉線，馬上接電。這時候誰有貨，誰說了算。第二件事更狠，數據中心 Green Lane 計劃把接電時間從4年壓縮到1年，但你想一想，時間壓縮了 75%， 壓力會去哪兒？不會消失，只會全部擠到供應鏈。也就是說，以前慢慢交貨可以活，現在要是你沒電缆的現貨，你直接出局。第三件事兒才是真正的分水嶺，132千伏的1800平方毫米等級高压認證，這已經不是普通電纜了，這是需要技術门檻、認證、經驗全部疊在一起。市場看起來很大，但真正能玩的其實沒幾家，所以就变成了进口替代加本地稀缺。這種東西一旦你有能力本地生成，你就是溢價的來源。第四件事，很多人忽略，也就是出口美国。大家以為這是 bonus， 但如果國內訂單已經爆滿，那出口其實是第二條增長曲線，不是錦上添花，是在開一條腿走路。你看2025第4季度收入直接衝到 5.03 億，漲幅接近 50%， 全年收入 17.6 億令吉，增長 30%。 這裡有個很關鍵的信號，就是最後一季比前面跑得更快，這意味不是穩定成長，而是需求開始失控。風來了豬都會飛，也就是說，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一個工廠在慢慢變好，而是整個系統開始瘋狂拉貨。接下來我們一起來拆解這家公司，他們是如何通過吃掉 TMB 的電網預算，把自己從一個製造業搖身變成能源系統裡的關鍵節點。有些人不明白，本來製造業的公司就應該看產能、成本還有銅價，但是現在市場在看什麼？看的是 TMB 的 RP4 資本支出計劃。我們換個角度想一件事兒，如果你是一家公司，你的收入不是跟經濟慢慢漲，而是直接掛在一個國家級的429億預算上，那你的生意還是普通生意嗎？但有個東西你必須知道，為了數據中心可以盡快落成， TMB 推出了 Green Lane 這個東西，一聽以為是什麼環保計劃，其實非也。以前從申請到接電要3到4年，現在只需1年，直接把效率提升。那你有沒有想到，這就會給電缆供應商帶來壓力，因為沒有電纜誰都不用開工。所以你可以這樣想，本來是3年吃完的一頓飯，現在1年內吃完，你覺得會發生什麼？不是慢慢消化，是直接噎住。好，現在我們看一個很多人忽略的点，目前訂單在手是 8.86 億令吉，但真正有意思的是那 1.21 億的變動訂單，不到1年追加 30% 的量。這不是生意很好而已，是原本的訂單根本不夠用。換句話說， TMB 和數據中心建設方發現電纜根本不夠用，結果只能一邊做一邊加單。這時候市場開始重新評估 SCG Berhad， 就不再是訂單有沒有，而是這些訂單轉成錢的速度有多快。我們再回頭看財報，2025年第4季度收入大增接近 50%， 成長這2個字已經不適用了，這應該叫加速。所以為什麼會加速啊？管理層在業績說明中明確指出了有3個東西疊在一起：一、需求量都集中在前幾年；二、高毛利的中高壓電纜占比提升了；三、成本被攤薄。所以我們要重新問一個問題，市場到底在買什麼？不是訂單，不是產能，而是訂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轉換成利潤。講到這裡其實已經很清楚了，他踩的是2個週期撞在一起，電網升級加上數據中心爆發，接下来這一層才是真正決定 SCG Berhad 到底怎樣增值。公司正計劃在2026財年上半年推出更高規格132千伏的1800平方毫米等級的電纜。如果你覺得這只是多一個產品這麼簡單，那這一段你要仔細聽好了。我們先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，電纜行業賺錢嗎？老實講，不太賺錢。中低壓基本就是拼價格，拼誰更便宜。紅海道不能再紅，但到了132千伏這個產品，遊戲規則突然變了，不是你想做就能做，而是你能不能進場。這時候重點就不在技術了，而在一個更現實的東西，誰被允許參與。而更關鍵的是，
市場剛好發生了一件事兒，隨着之前行業巨頭 Sarawak Cable Berhad 在陷入財務危機而淡出132千伏的賽道，剩下的業者話語權直接上升。一旦你有認證、有產能，你不再是供應商，你是他們的再生父母，沒有你不行。現在我們再往下拆，為什麼市場對這個132千伏這麼敏感？不是因為技術，是因為它剛好卡在3個最肥的地方。第一個，在 TNB 的429億預算裡面，大概130億是用來升級輸配電，但重點不是這個，重點是在地下電纜工程裡，132千伏的高壓電纜可能占到項目的 60% 成本。第二個，太陽能的大趨勢，預計以每年 14% 的 CAGR 速度增長。很多人以為太陽能就是裝板，但真正難的是并网。當電站規模超過50兆瓦，你沒有選擇，必須用上132千伏的高壓電纜，因為電太多了，低壓送不走，會堵車。所以你可以這樣理解，你發電沒問題，但要是你送不出去，這太陽能項目就是廢的。第三，來自數據中心的項目目前已經越來越多，目前占了 SAG Berhad 15% 的收入，尤其是最高級別的 TF4DC。数據中心最怕什麼？不是停電，是哪怕1秒的不穩定。所以最高級別的数據中心必須擁有2套完全獨立的系統，這意味着即便其中一整套供電系統，包括變電站和電纜徹底報廢，另一套也能無縫接管。因此他們要的是至少2套供電系統，電纜需求不在話下。所以發現了嗎？這3個需求，電網、太陽能和數據中心不是輪流來，而是一起擠過來。現在我們回到一個很多人忽略的信號，毛利率。单季毛利率已經拉升到了約 15.6%， 对比去年是 13.2%。 很多人第一反應是不是成本降了？答案是 no， 因為銅價還在高位。那為什麼利潤反而更好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他開始挑生意做了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的產能是有限的，那你會怎麼選？繼續做低毛利的，還是優先做高壓、高利潤的？這就是管理層講的 product mix， 聽起來很專業，但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不賣低毛利的產品了。所以現在市場真正盯着的已經不是它能賣多少公里電纜，而是一個更本質的問題，它能不能利用132千伏完成身份切換，從一個靠量賺錢的工廠變成一個靠稀缺賺錢的生意。還有一條線，如果你沒看到，你對這家公司理解是不完整的，那就是美國。你以為它只是大馬電網概念股，但在最新的財報裡有透露，海外銷售額其實是同比暴增4倍，這就奇怪了，對不對？國內訂單已經排到後面了，它為什麼還有能力做出口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它不是順便做，它是在刻意分配產能，國內在搶貨，國外在接力。它在做的是一件很少製造業敢做的事，同時跑2條增長曲線。而美國這條線重點不在量，在門檻。去美國賣電纜不是你有貨就可以，你要先過一輪非常漫長的認證。很多人覺得認證只是流程，但實際上它更像一張入場券。一旦進去了，你不是在拼價格，你是在一個更高定價的市場裡拿溢價。所以美國對他來說不是 bonus， 是對沖周期的第2條生命線。目前出口占比大約 10% 出頭，但管理層目標是拉到 30%。 現在來看財報，買股如果沒看報表，那跟去雲頂賭大小有什麼分別？2025的第4季度單季收入 5.03 億，全年收入 17.6 億，很猛，但先別興奮，真正要看的是後面的利潤。 Profit before tax 1.77 億，而利潤率從 6.9% 上升到 10.1%。 這時候很多人會下一個很快的結論，說公司變強了。但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會變強？其實就2件事。第一，機器沒停，訂單一來，產能直接拉滿，產生了規模效應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以前一台機器一天跑5小時，現在跑10小時。那折舊呢？沒變。所以每一條電纜分攤到的成本變低了，這就是規模效應的意思。第二個更關鍵，剛才有提到公司開始挑生意做了，不是所有訂單都接，而是優先做高壓 margin 高的，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product mix。 到這裡一切都很完美，對不对？現在是我們要得罪人的開始了。我们把視角從 income statement 拉到 balance sheet， receivable 一年大漲 60%， 來到了 4.98 億，而 inventory 呢 2.11 也增長了 15%。 你看到了什麼？是不是錢根本沒有進來？公司賺了錢，但錢沒進來，一部分在客戶手上，因為還沒收回來，
另一部分在倉庫裡變成一卷的電纜。分析師指出，現金轉換週期是150天，意思就是從買銅到做電纜，然後賣出去再收到錢，需要等5個月。所以公司能不能撐5個月，這才是我們要分析的重點之一。來看現金流量表，全年利潤超過 1.3 億，但是經營現金流只有903萬。看到這裡，很多人會直接慌，這不就是典型的賬面賺錢，現金沒來？但先別急着下結論，這裡有一個看起來危險但其實合理的情況，因為他現在在幹一件事，搶單。為了吃下 TMB 的單，吃下數據中心的單，他必須提前買銅，提前備貨。換句話說，他在用自己的現金幫客戶墊貨，只要客戶信譽沒問題，會還錢，那就不是問題。那問題來了，既然經營現金流不夠，公司是怎麼維持這種擴張的？答案很現實，融資。目前的總借款是 2.35 億，沒有什麼明顯增加，反而是2025年最後一季的 Private Placement 籌到了 2.03 億，應該也算是高明的一步，不是去借高利息的貸款，而是在股價高的時候找市場要錢。投資者接下來真正要注意的就是那 4.98 億的 Receivable 能不能準時變回現金，如果不可以，前面所有的增長都會变成壓力。所以現在這家公司是什麼狀態？不是穩定賺錢的公司，而是一邊瘋狂接單，一邊瘋狂燒現金。這不是壞事，但這是一個需要持續輸血的狀態。講到這裡，很多人會開始有一種感覺，這公司的股票好像閉着眼睛都能買。數据中心是真的，電網升級也是真的，訂單有來，收入在漲，小買小富，大買暴富。如果你現在有這種想法，我必須打斷你，因為 SCG Berhad 能不能不再是講故事，而是真的替股東賺錢。我們不需要猜股價，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以後每一份財報出來，盯住關鍵的幾個地方。第一，訂單會一直來，但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 TMB 的採購節奏慢了一拍呢？不是取消，只是延遲。對於一個現金轉換週期150天的公司來說就不妙了。現在的故事是 Greenlane 把需求壓縮到前面，那你就要問，這種爆發還在不在？如果補單越來越快，說明需求還在加速，但如果有一季消耗在走，補單慢了，那你要開始警惕了。第二，132千伏的1800平方毫米等級高壓認證一定會順利兌現。這種級別的認證交付項目執行，任何一個環節卡一下，毛利就不是延遲，是直接打折。這個東西不只是產品，是定價的通行證。如果它在2026下半年準時出來，那就好，證明它真的進場了。但如果哪怕只是延遲，市場不會等你解釋，估值會直接打回去。第三，成本可以全部轉嫁。很多人盯着銅價覺得沒問題，但真正危險的不在這裡。再一個很多人根本沒看的東西，塑料。銅可以轉嫁，塑料不一定，它占成本 15% 到 20%。 如果價格上來，它不是少賺，是直接被吃掉利潤。現在的塑料價格也在2026年開始一路狂奔，接近 50% 的漲幅。只要每公噸塑料價格超過11000人民幣，那大概率就是对成本的增加了。第四，現金流沒出問題。很多人覺得賬面賺錢就等於沒事兒，現實是 receivable 高達 4.98 億，經營現金流只有903萬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公司賺了1塊錢，但只拿回7000，剩下在別人手上。更關鍵的是，這個結構非常脆，只要發生一件小事，比如客戶慢付1到2個月，或者項目延遲一點點，壓力會放大，因為它本來就已經在拉滿運轉。如果接下來的財報 receivable 繼續越來越高，但現金流還是很弱，那你要非常小心，因為這代表公司在用未來的錢來支撐現在的增長。第五，毛利率 15.6%， 這個數字代表規模效應加產品升級同時出現。接下來要看什麼？不是它能不能更高，而是它能不能站穩。如果可以穩定在 15% 以上，甚至慢慢往 20% 靠，那說明一件事，它真的從薄利多銷走到 product mix 的賣價值。第六，產能。它現在在擴廠，錢已經砸下去了，預計產能在2027年的時候可以增長 18%。那問題來了，如果產能上來了，但訂單沒有同步跟上，那這些機器就不是資產，是每天在吞利潤的折舊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看不懂風險，因為大家都被收入增長、訂單在手吸引，但真正決定生死的是2個很無聊的東西，
錢什麼時候進來，成本能不能控制。所以你現在再回頭看這個局，其實很清楚了。表面上這是一個能源轉型加數據中心的黃金賽道，但底層其實是兩組博弈。一邊是他要兌現的東西，電網升級加132千伏壁壘，而另一邊是他可能出事的地方，現金流加成本失控。如果你没看到這一層，你眼裡的 SCG Burkhardt 是滿分，但如果你看到了，你才會意識到這不是一筆穩穩的成長，而是一場賠率很高但條件很多的賭局。所以最後一句話很簡單，這不是一個買了就可以不看的股票。講到這裡，我們其實可以把所有東西收成一句話， SCG Burkhardt 的關鍵從來不在電纜，而在市場願不願意繼續用能源轉型來給它定價。所以這一整期我們在做的不是告訴你這家公司好不好，而是帶你看清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市場現在是怎麼給基建股定價的。你要看的從來不是報表本身，而是這份報表還能不能撐住這個故事。這是我答應觀眾接下來要分析的公司。如果我的視頻對你有用，記得 subscribe， 我們下期見。